小狼也是正式的回归啊，从97号直播间啊，来自于我们斗鱼的老字号直播间啊，基于97号也是全网目前最亮号之一啊，我不多说，大家伙儿懂的。然后再有呢就是什么呢？再有就是直播视频也是同步录制，会传到3站上啊，就是4站上啊。第一呢就是老字号的这个优酷，也就是大鱼，然后再就是传说中的B 站以及头条，也就是西瓜视频，再就是我们新入驻的这个腾讯视频啊，也就是企鹅号等等啊，这4个是常驻发布，也就是说其他的地方呢有可能是盗版或者是未授权啊。神啊，就是这个最牛逼呢是牛逼人常常有，但是这个 GD 大神呢应该是公认的啊，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全系列啊通用都非常厉害的一个顶尖高手啊。今天也是来自于2021年的第一天，他也是出了这款游戏的最牛速通记录，来自于我们的奈斯，也就是肌肉男的18分钟速通。大家伙可不要误会了啊，18分钟速通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，也18分钟也就意味着真的是啊，连1秒都不多。也就是说呢，有可能他要发挥再好一点，能进17分钟50秒，59秒也可以啊，这就相当的屌了啊，这就相当厉害了。那么如果能挺进18分钟以内，那这个游戏基本上又让这个 JD 玩出花了。当然咱们不排除啊，有一些 TAS 作品啊，这个可能会更快一些，这里面咱们不多说，因为毕竟是TAS 表演嘛，这里也不多说啊。前面呢没什么好说的，咱们首先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暴击卡出来啊，这个暴击是一定要卡出来的。那么有一些插件啊是可以显示出来自己的暴击数量。但是呢，我个人感觉也不算违规的啊。这个包括还有一些版本，它天生就把这个暴击数呢在屏幕上显示出来，其实这个很正常。只不过呢，如果咱们正常玩的话，就是给你40爆，我估计你也打不出人家那个18分钟的效果。好，第2关来自于我们非常了解的昆山龙哥啊。这个对于高手来说，这个 BOSS 就是一个活靶子。你看他打的套路呢是选择在小兵没出来之前呢一顿小连招，然后呢在强制性对方反击的时候呢，利用一个交错把对方投技摔回来，3套小连招就把这个 BOSS 给秒掉了，而游戏时间才刚刚过去2分钟36秒，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前期不算那个开头动画，到现在为止也仅仅是发生了2分多钟，就已经打到了第3关，你说多快了啊！好啊，这个这一下又坠机了啊，坠机了，来自于我们的文哥，还有名字好难取，只能这么长，双飞。啊，一手时空战机外加一个常规飞机，非常感谢我们2位这个大哥老板啊，发大财，现在都是不是抱拳了，是发大财了啊。好的，由于是速通，所以说有一些细节呢，咱们就不考虑了，比如说什么多摊一些分啊，什么多怎么打的帅啊之类的，就没什么好说的。其实呢，速通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表演的误区啊，有很多人认为到底是秒杀幼体快还是不秒杀幼体快，其实这个呢。我个人感觉，如果说是 TAS 表演的话呢，应该是不秒杀幼体快。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人脑呢，还是有一点细微的这个套路上的变化啊。这里面也是永恒很多人争论的一个话题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到，它是在第6关才会发生的。其他的套路应该不会变，只是在人脑的话，就是在操作上啊有一些细微的不同。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啊？好，我们看看现在呢是来到了第4关。其实第3关啊，我们小的时候啊，尤其在我狼人小的时候呢，就觉得第3关属于怎么说呢啊？第3关呢，我们感觉有点像奖励关，因为从小啊都知道怎么去开车把那个 BOSS 给撞死。但是呢，这个其实你看啊，有了这个暴击之后啊，你撞死他的那个速度啊，还不如这个下车，然后赶紧给他怼死得了，对吧？而且第3关呢，很多人认为很快，然后开车非常简单，所以说呢，被认为呢就不算是第3关，算是一个奖励关啊。就是一般就是从 FC 游戏啊到街机游戏都有一些所谓的奖励关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它是名副其实的第3关，没有什么好说的啊。好，这里面你看捡了一个雷，这雷扔出来之后瞬间就一炸，由于有这个40暴击，所以说这个胖子呢就直接被搞死了。事实上这个胖子的血量并不是很多啊。这里面呢有很多精英怪啊，除了精英怪之外呢，像这种为什么麦斯呢是套路打法当中绝对的这个第1号男主角啊？这里面这个兔子也给大家伙解释过啊，他是在漫画里面呢就是一个山屯子啊，啥也不是啊。主角呢应该是那个就是白人啊，杰克啊，你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？你看最后这是一个3套半的连招啊，3套连招打死之后，最后一摔就给摔死了。
这个 BOSS 呢，被称之为童年噩梦吧。我觉得这一关呢，就是在小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都觉得哇，小狼这个我就在这一关啊必死一个人啊，运气好了死一个人，运气不好两个人都死了啊，不会打这个忍者好厉害，他会那个从你背后突然一刀，那一刀大概能有啊，大概是有。怎么说呢啊？有半管血说打好了啊，其实半管血有点过分，但事实上确实差不多。对于咱们这些菜鸟来讲啊，也不会考虑什么暴击啊什么的，都是什么前手、前跳手啊，什么抓住一套连招，还非得装逼练一个那个下上腿。其实高手啊都不会那么连招的啊，那个下上腿那招呢，在秒杀幼体的时候可以用啊，下上手啊。当然这个穆斯塔法呢和这个麦斯还不一样啊，穆斯塔法那个下上手呢。在实战当中啊，有一个倒钩的效果啊，其实还蛮帅的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你懂啊，这玩意儿就是摔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打完了一套招啊，摁住上就是往前摔，摁住下就是往后摔。摔完之后呢，起身来一个错位压制，这是最实惠的啊。打血多，而且呢还能有一个无敌判定啊，这个何乐而不为呢，对吧？好，我不是看不到弹幕啊，这个看不到弹幕是因为我在全神贯注的解说游戏，偶尔会看弹幕。啊，只要你发一个火箭啊，什么飞机，有的时候你发火箭飞机我也看不见啊，大家能理解就好了。好了，感谢各位支持啊。这个速通呢，它的节奏很快啊。一般摊分的时候呢，我是会多看一些弹幕的，因为摊分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好无聊的。其实这个速通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你会发现小狼，我感觉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，我觉得它这个是改版的，肯定就是血量就调少了。啊，或者说是这个游戏变简单了。你看我打的时候呢，他那个小兵啊，就是可厉害了啊 ，BOSS 也可厉害了。为什么他打的时候，这个小兵跟 BOSS 跟傻子似的呢？真的就真的啊，就感觉跟马保国没什么区别啊。直接上来就你，如果你玩的话，就是那个怪物就给你一顿闪电五连鞭。那如果说是这个大神玩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对吧？一个左弓拳，一个右边腿，啊，一个左正蹬，一个右边腿，一个左四拳。是吧？血内有素，是吧？就这种感觉，所以说就非常难受啊。好，这个感谢我们的回忆哥赠送的幸福券，牌子掉没了没事啊，咱们重新搞。这个粉丝牌啊，这个其实大家伙儿都了解啊，这个就是个就是我狼这个作啊，所以说害得大家伙儿把粉丝牌搞没了，这个赖我了哈。不过从今天开始啊，也是重新回归。希望呢，大家伙儿给点时间啊，慢慢的把这个粉丝牌呢再给搞回来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看从这一关开始呢，其实很多啊，就像刚才兔子说啊，很多人说没看过这一关啊，基本上我实话实说，你们说你们可能不相信啊，我是能见到这一关的，现在不知道，我小的时候呢就用那个穆斯塔法。运气好，因为他会讲2条命啊，一共4条命啊，再打不到这一关。但是这一关的 BOSS 呢，其实对于高手来讲啊，不算前2关的话呢，我个人感觉算上前2关也一样。真的，对于高手来讲，这一关是最简单的，它比第1关还简单。我实话实说，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，3个 BOSS， 然后小兵呢就非常无敌，因为关键是咱们不会秒 BOSS 啊，这点就非常难受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怀恋成回忆赠送的1球子幸福券，外加这个冬季卡丁车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是来到了这个 BOSS 处。这个正常啊，如果是秒杀幼体的话呢，应该是要把那个啊，应该要把那个吃掉，如果或者说举过去。但是事实上咱们看看啊，这个秒杀幼体呢，先不说第一个，因为它没有所谓的幼体啊，因为你必须要打死它才能出现这个幼体。我们看看是怎么打，要血杀吗？好，要秒杀幼体玩法。那么 GD 的玩法呢，还是要秒幼的啊。这样的话呢，秒杀幼体的话呢，是被认为目前人脑最快啊。TAS 呢，曾经有一个人做过对比，不秒杀的好，这套连招看哈，最后要3，然后再打过来一个扣，这回没有用下上手，而是直接扣死了。这样的话是秒杀幼体，秒杀幼体没有吃那个菜篮，非常牛逼。还是不愧是GD 大神啊，确实是屌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一手速秒，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到10分钟啊，9分钟50秒呢，却见到了第7关，也是本游戏当中最难的一关啊。这个真的是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喂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个弹幕要爆炸了。我狼刚回来之后呢，就是4万多的热度，
其实对于这个效果来说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。等到呢今天直播之后，明天看看能不能跟那个咱们超管啊这个沟通一下，也许可能大概是呢能给咱们加一点热度，同时呢好像是发那个鱼吧啊，大家伙踊跃发那个鱼吧，也会增加这个主播的热度吧啊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大家伙可以去交流一下啊。其实这个热度呢，我个人感觉啊，用处呢不大，它是为了唬那些新观众的。不过呢，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其实这个很正常啊，有一些新的观众呢，有羊群效应嘛，他就喜欢看那个人气高的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人气高，他觉得人气高肯定会好啊，所以说呢，有一些老观众呢，就是我估计热度是0，只要我开播啊也会进来的，这没说的啊。但是一些新观众呢，他看到哇，这个看不到这么好的主播怎么办？你看像我狼这样的主播是全网应该说最良心的一批主播了吧啊？这个我说实话，我这人也不要脸，我就实话实说了啊，对吧？我这么良心的主播，如果让大家伙看不到的话，反正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年轻主播不讲武德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啊，左慈今天晚上是必不可少的。回归了之后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比赛啊之类的。但是如果是线下赛的话，在晚上好像一般就没有了吧？我不太清楚啊。线下赛应该都是白天嘛啊，晚上也有，但是不会很晚。后面的字在上面。我为了让大家伙看到我的减肥效果，以导致内分泌失调，所以说我现在呢弄成这个样子。其实后面有4个大字的啊，小狠解说的啊，小狠传媒嘛，对吧啊？好，我们先不扯这个游戏解说，就是游戏解说啊。速通的话呢，在这里打小兵呢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小狼你这个解说不专业啊，那就是18分钟速通，你好好说呀，你老给这唠的些有的没的啊。第一呢是小狼刚刚回归啊，这是第一啊，有点亢奋。第二呢，要说一下啊，因为有一些打小兵这个地方呢，他的套路呢没什么套路，基本上通过自己的一些走位，这里面呢有没有背板呢？我相信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的。那么有的板呢，为什么踏死就是快呢？他的这个套路呢这么打，他的这个失误呢就不，因为他没有失误，他失误了就可以重新来。如果他反应不过来，就可以把游戏速度放慢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会发现那都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啊，有一些 TAS 的套路呢，跟人脑的套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咱们就不去追了。人脑的话呢，还是以求稳为主，因为这18分钟，如果你任何的一个失误，它会干扰你10秒，干扰你20秒。这样的话呢，对吧？你像之前那个 Number243，它的18分钟10几秒的速通记录吧，如果你有一个失误的话，那么你就会，对吧？破不了这个记录。啊，那如果说你要是对吧？如果说是你有2个失误的话，那你就不用玩了，你就可以炸房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一个失误都没有的话，你就可以考虑你的这个套路是不是可以再极限一点，然后争取不失误。这就是不断的在把自己的这个技术啊，还有自己的这个极限呢发挥出来。这也是这个真机大神啊，在这个2020年年底以及2021年的年初啊，连续出了4个人物的速通记录啊，所向披靡，确实很屌啊，美版原版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潘城大道啊，赠送了一手飞机。今天小狼刚刚回归直播之后，还是非常捧场的。这一上来感觉，这5、6个飞机就上来了，真的啊，这真的是非常宠。真的非常宠我狼，我能看得出来大家伙的热情。这个说句实话啊，礼物是礼物，但是呢，这个说句实在话，这都是支持我狼，真的就真金白银往上掏，这个真的不用多说啊。这里面呢，也不是说我狼情商低啊，对吧？说那个其他人什么这个啊，好像不送礼物就不支持一样，不是的。其实送礼物呢，这个就跟。就像老郭啊，郭德纲说的啊，没有，对吧？这就是养着我，让我们吃饭。大家伙，你以为大家伙看也一样，也是让小狼吃饭啊？这里面再多说了就矫情了啊，不多说了。这个小狼就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人，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，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。这里面呢，刚才很多人说你在最关键最难的一关为什么不解说啊？这里面我还跟大家伙说一个误区，为什么1v3版本难？因为是包括无双版，它是3个生化忍者啊，3个精英怪。那这里面2个精英怪跟3个精英怪呢，很多人说应该就是难度变成2/3了吗？不对，难度我告诉你，难度它不仅不是2/3，也不是一半，它难度只有1/3。只不过呢，像刚才他那个玩法上来呢，先对吧秒掉一个 boss， 然后呢另外一个 boss 就是
就是正常的一个怪物嘛。3个生化忍者呢，难点就是在于这个地图非常的密，再配上小怪，难免有的时候你用这个 AD 血杀的时候呢，会打到人，这样的话你是吧？你的血量不够了之后，你再想用血杀无敌来保证自己的这个输出环境，这个是非常难受的。所以说呢，有很多人认为呢，就是 1v3 版本主要还是第7关，但是普通的美版啊，就是打2个 BOSS， 哇，这对于像 GD 这样的大神。我就不多说了，他们就跟打婴儿一样啊，这个反而我个人觉得还是稍微简单一点。但是呢，这里面呢最后一关啊，其实有一个非常难的地方。最后一关呢是有一个这个4个精英怪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呢，我个人感觉难点呢，虽然说一命啊不难，但是难点就在于怎么才能快速的把这4个 BOSS 给秒掉，尤其是前2个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打最后一关的 BOSS 呢，那最后那个大恐龙其实跟傻子似的。我实话实说啊，尤其是我没见过人家 BOSS 啊，都是一个 BOSS 带一帮小兵来打你啊，这种 BOSS 不带小兵啊，真的是非常嘚儿啊，只召唤一帮那个绿毛、黄毛，然后撇飞刀，你这是傻吗？这不都是啊？你都成为 BOSS 了，还没有小兵来帮你，你说这什么 BOSS 是吧？对不对？非常嘚儿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精英怪啊是最难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这里面已经是他选择的是比较稳妥的打法了。我们看看血杀一倒，这4个精英怪呢，难点在于什么呢？就是你看，很多人说如果把他们快速的聚集到一起，可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呢，怎么说呢啊？这个人脑还是没有什么好的机会。这样的话。跳过来打晕，直接最后一个跳起来，我这一下很难受，空血。咱们看一下啊，连那个大肉腿都不吃了啊，大肉腿不吃了，直接一手空血。怎么说？这手空血，我们看看拿了一个乌兹冲锋枪，但我弹幕助手为什么黄了？就是这样。好。最后呢，这个打这个龙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啊。其实这个龙跟第四关的龙呢，除了皮肤不一样啊，看起来还是一样的，而且也没有人帮他，多嘚儿你说啊，对吧？好，残血啊，就是要秀这个 BOSS。我们看这个宋小宝，这个宋小宝呢，这个眼镜啊，感觉眼镜比眼睛还小，这什么眼镜啊？这是真的服了啊！好，1234，直接打倒啊，这属于一个直接打倒的方法。轻轻跳过来。一个扣，捡起枪，准备突突。这个枪是打不倒的，我们看看少打了几发子弹，这个血量够不够？肯定是不够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血杀，轻轻跳过来，1、2，直接怼死，18分钟04秒。他这个应该是从那个游戏开始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啊，18分钟整，18分钟整就是直接通关，来自于我们的 GD 大神2021年的头一道惊喜。闯关游戏人脑当中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记录，当然呢，它一共出了4部啊，就是这4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是速通，但是由于啊只有麦斯呢是最屌的啊，他是18分钟，其他人呢甚至有21分钟的，比如说这个白人还有这个汉娜，尽管呢他的这个记录呢也是最高的，但是呢也是有失误，如果是 TAS 的话呢，其实还是会很快的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。外面呢也是有很多放炮的啊，这个元旦啊，嗷！那2个人都是直男，你说为什么他俩就没有女朋友呢？真的，我实话实说，为啥没有呢？这种时候就看得出来了，人家往地下一趴，你看，这就我跟你说，对吧？人家就去救你，像你俩这辈子找不到女朋友的是吧？啊，好，一会儿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这个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。最后呢，也是感谢我们的智力大神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精彩视频，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一键3连关注、转发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。